7月初，特朗普签署了美日汽车关税协议，宣布对日本汽车的关税呢从 25% 降到了 15%。但是钢铁和木材的高关税却没有任何改变，这直接导致建材成本的大幅飙升，使得湾区盖房成本上涨了 18%， 开发商只好放缓终端项目的开发。与此同时，标普500在4月增发了 6.6 亿美金，投资人纷纷把资金转向房地产市场，寻求避险。而7月份的房贷利率也因为政策的不确定性出现小幅下调，30年的固定利率降至 6.5% 左右。值得关注的是，90天的关税休战期呢，将在7月底结束，房贷利率是否会因此而变化呢？仍有待观察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湾区6月份的房地产关键数据，带您快速掌握当前的市场状况。这个视频制作不易，请您按赞加订阅，支持一下，我们马上开始。上个月东湾的挂牌数量达到3072套，年增率呢是 47.5%， 库存持续上升，导致房屋中价位下跌到118万。这是近5年来首度跌破120万大关。成交量方面，共成交了1407套，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13%。 反观南湾，情况截然不同，挂牌数量大减 60%， 只剩593套，这也导致南湾的房价不跌反涨，一路冲到210万，跌幅呢也达到了 18%。成交量为834套，也略高于去年同期。纵观东湾与南湾的数据，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湾区各地的表现有着明显的差异，很难简单的判断现在到底是买方市场还是卖方市场。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各地区的详细数据。首先是880公路沿线的城市，这边的挂牌数量普遍上升，Fremont 的增幅接近1倍，房价方面大多数下跌，但 Albany 逆势上涨，涨幅达1%。成交量方面呢，除了 Hayward、Newark 及 San Leandro 下滑之外呢，其他城市均上升。其中 Union City 的成交量翻倍，达到7%，可能呢是因为这里的独栋屋价格相对亲民，吸引了大量刚需买家。接下来是 Central Contra Costa 地区，这边的挂牌数量普遍增加， Concord 和 Pleasant Hill 都有超过40%的增幅。房价方面则是涨跌不一， Clayton 的跌幅最显著，达到2%6%。成交量呢受到市场不确定性的因素影响，整体呢是偏低的。Martinez 和 Pleasant Hills 均下滑超过3%。下面是 La Miranda 地区，这里的挂牌数量全线上升， Orinda 比去年多出近2%。房价方面，只有拉法叶上涨，其余城市则是下滑的。成交量方面呢， Moraga 下滑， Orinda 则上升2倍。然后我们看看山谷地区，这区的挂牌数量全面上扬， Danville 和 Livermore 的增幅都超过1半以上， Dublin 的挂牌数更是高达8%。房价方面呢，多为小幅回落， Dublin 下跌最深，达到1%3%。成交量方面，只有 Pleasanton 与 San Ramon 略有上升，其余的城市都是下滑。接下来我们看看南湾城市的表现。南湾挂牌数量普遍下降，只有 Milpitas 略有增加。Los Gatos 和 Saratoga 的挂牌数量都比去年减少60%以上， Los Altos 更是暴跌7%3%。房价方面呢，这里大部分的城市都是呈现上涨的趋势，其中 Los Altos 的涨幅将近3%。成交量方面， Los Gatos 下降超过2%， Los Altos Hills 和 Palo Alto 的增长都超过3%。Los Altos 的升幅呢，更是达到2%。原先市场普遍预期联准会今年将有4次降息，但受制于关税的不确定性，现在可能只剩1次到2次的空间。
一般来说，春夏是美国房地产的旺季，但是今年受到了关税和高利率的影响，销售表现明显低于预期。特朗普的关税休战期将在7月底结束，随着关税政策的变化，您认为接下来房贷利率会涨还是会跌呢？持续上升的待售屋数量会不会拖累房价呢？另外，您认为除了黄金之外，房地产是不是现在最稳的避险资产呢？都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观点。我们下期视频见。